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男配别太抢眼，富山海张智霖一现身，诚意的靠边了。富山海这剧最近有点意思，本来大伙都捏着鼻子准备弃剧了，结果半路杀出个艳狂徒张智霖，直接把男主角诚意的风头给抢了。这事儿啊，就跟咱小时候看电视剧一样，原本冲着主角去的，结果被配角迷得五迷三道，恨不得他才是主角。话说回来，这富山海一开始就没少挨吐槽，特效假的跟闹着玩似的，演员的脸也白得像糊了层腻子，最让人失望的还是诚意。你说你演个大侠，结果整得跟个小姑娘似的，口红眼线一个都不少，脸也胖乎乎的，哪有半点江湖气？要说诚意也挺冤的，一人分饰两角，演萧秋水和李晨舟。萧秋水是个菜鸟，导演是想弄个搞笑人设，结果用力过猛，直接把诚意整成了娇羞小媳妇，那妆容，那神态，简直让人没眼看。更离谱的是，演李晨舟的时候，顶着一头白发，脸上还刷了厚厚的粉，配上橘粉色的口红，活像个白面书生。诚意也挺努力，想演出那种冷酷劲儿，结果全程板着脸，嘴巴都张不开，看着别扭死了。都说流量演员演技不行，这话搁诚意身上还真有点道理。想当年，一部《莲花楼》让他火遍大江南北，结果现在还吃老本儿呢。不过这部剧也不是一无是处，老戏骨们还是挺给力的。邱心志、丁永岱、杨丽菁，一个个都是实力派。但要说最让人惊艳的，还得是张智霖演的艳狂徒。张智霖一出场，那气场，那扮相，直接把人拉回了当年看武侠老剧的时候。一头银灰色长卷发，一身白衣，往那一站，就是个狂字。他手握天下英雄令，面对一群武林高手，面带微笑，眼神里全是蔑视，就差写着有本事你来抢了。有人不服气，想跟他叫板，结果张智霖一句不服骂，直接把对方给怼了回去。那台词，那语气，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功底不是一般的深厚。紧接着一句就算你们16门派一起上，也不过多10几具尸体而已，狂得没边儿了，但观众就爱看这个。文戏够味儿，打戏更精彩。张智霖一招一式都带着劲儿，一掌下去，直接撂倒一片，然后一个飞身，站在场地中间，怒目圆睁地质问还有谁？那气势简直是气吞山河。难怪网友都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。张智霖年轻的时候也是武侠剧的扛把子，演郭靖的时候憨厚老实，一举一动都很灵动，演陆小凤的时候风流倜傥，一笑起来还有2个小酒窝，迷死个人。张智霖演戏不光看优点，还看缺点。他能把每一个角色演活，就是因为他知道人无完人，都有缺点。他能把缺点演得恰到好处，既不过分，又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。就像这次的艳狂徒，他的狂妄既是优点，也是缺点，但只要有资本，狂妄一点又有何妨呢？说白了，老一辈演员演戏是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，忘掉自己是谁。而新生代演员还是太注重表面，只会照着剧本演，缺少了灵魂。所以啊，诚意这次是真的败给张智霖了。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，演戏这行光有流量没用，还得有真本事。不然就算你长得再好看，也只能当个花瓶，风头早晚会被人抢走。男配别太抢眼，富山海张智霖一现身，诚意的靠边了。最近热播的《富山海》可以说是一部让观众爱恨交织的剧，爱的是武侠题材本身自带的江湖氛围，恨的是剧组在选角、
造型和后期特效上频频翻车。原本大家对程毅主演还是抱有几分期待的，毕竟莲花楼珠玉在前。可没想到，这次的表现却让不少观众直呼认不出来。程毅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，分别是萧秋水和李晨舟，听上去挑战不小。若演好了，完全有机会再一次证明自己的演技。但现实却是萧秋水被演成了娇羞小媳妇，李晨舟则成了白面书生，怎么看都不对劲。尤其是妆容设计、口红、眼线、厚粉一样不落，观众一下子就出戏了。本该是江湖中冷酷果决的大侠，却被硬生生演成了偶像妆感小生，观感大打折扣。更尴尬的是，程毅的表演还缺乏层次感。为了突出冷酷，他全程几乎板着脸，不笑、不怒、不动，反而显得僵硬，嘴巴紧闭的连台词都不自然。有人调侃道，演的是冷酷，结果成了面瘫。这与当年莲花楼中灵动多变的李莲花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于是有网友直言，程毅现在还在吃老本，新的角色没能立起来。本以为这剧要就此扑街，没想到张智霖的艳狂徒出场，直接点燃了观众的热情。他身披一袭白衣，银灰色的长卷发一甩，整个人就像从老港剧里走出来的武侠高手。那种气场，那种狂劲儿，隔着屏幕都能让人心里一震。张智霖一亮相，观众弹幕瞬间刷屏，这才是武侠。张智霖的表演最妙的地方在于，他的狂不是单纯的嚣张，而是有底气、有资本的张狂。他手握天下英雄令，面对16门派的高手赶一句就算你们一起上，也不过多十几具尸体，狂妄至极，却让人觉得合情合理。因为他眼神中的笃定，语气里的自信，让观众信服，这个人就是有实力狂。他的打戏更是让人血脉奋张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力道拿捏的恰到好处，一掌击退群敌，一个飞身立于场中，怒目圆睁喊出还有谁，气吞山河。那一刻，观众仿佛重回港产武侠剧的黄金时代。有人感叹，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，这句话用在张智霖身上，真是再合适不过。回顾张智霖的演艺生涯，他年轻时就是武侠剧里的常胜将军，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郭靖，憨厚正直陆小凤传奇里的陆小凤，风流潇洒，不同的角色他都能演得活灵活现。他的秘诀就在于懂得用缺点塑造人物。郭靖的木讷，陆小凤的轻佻，艳狂徒的狂妄，这些本来可能让人反感的缺陷，被他演得恰到好处，反而成了角色的灵魂。这也是老一辈演员的过人之处，他们演戏时是真正把自己交给角色，甚至忘了自己是谁。而新生代演员往往还停留在偶像剧模式，过于注重外形与表面，缺乏对角色灵魂的理解。观众当然能分辨得出来，这也是为什么张智霖一出场就把程毅的光芒压得暗淡。富山海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几位老戏骨的加盟，邱心志、丁永岱、杨丽菁，这些名字本身就代表着演技保障。他们的存在让这部剧多少撑住了场面，也让观众没有完全弃剧。但相比之下，年轻演员和老一辈演员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。程毅这次的失手，其实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。流量固然重要，但不是万能钥匙。观众可能因为颜值，因为话题追进剧，但能不能留下来，靠的还是演员的真功夫。真正有演技的演员，即便岁月流逝，依旧能凭借实力镇住全场，而只有流量没有实力的演员，很容易被替代、被遗忘。张智霖用艳狂徒告诉大家，什么叫角色的灵魂，什么叫真正的气场。而程毅这次也许该好好反思，如何摆脱流量演员的标签，如何在角色塑造上更深入一步。毕竟
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江湖再大，终究还是看谁有真本事。